若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美军需要从中国购买火药，怎么会出现如此奇葩的事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爽。俄乌冲突在持续，美国军援乌克兰也在持续，但美国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倾全国之力，其1个月的炮弹产量也只够乌克兰人打2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现在不仅自身在拼命提升炮弹产能，而且还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采购弹药。要知道，俄乌冲突只不过是一场由美国和北约国家提供军援的代理人战争，与真正的大国战称相比，其弹药的消耗量、需求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一背景下，福布斯网站最近发表报告称，美国相关部门调查后发现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新问题：美国的军工企业不仅在弹药产能方面无法满足大规模战争的需要，更可怕的是，一旦与中国军队进行战争，还需要从中国进口火药和炸药，这可就太尴尬了。福布斯网站的原话是：美国与中国打仗可能会被打得头破血流。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弹药生产严重依赖于中国的含能材料。所谓含能材料，包括炸药和导弹、火箭的推进剂。没有这些东西，你怎么打仗？100-200年来，火药技术已经发展了好几代，新型的武器系统已经开始采用高能炸药。其实，美国是最早发明 C-120 高能炸药的国家，其作为导弹的推进剂，其爆炸威力要比过去的材料高出40%。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没有感受到更大的威胁，加之遇到了技术工艺成本上的一系列问题，所以没有建立起这种全新炸药的制造能力。而中国在2011年以后实现了高能炸药的大规模生产，并且成为了美国武器弹药的主要含能材料的供应者。美国现在想推动国防产业的自主化，但是发现中国是其6种含能材料的唯一来源，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先进弹药的卡脖子领域至少有6个。更可怕的是，中国近年来在新型炸药的研制方面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论文的数量都远远地超过了美国，这也预示着美国在火药、炸药领域开始全面落后于中国，最终还会导致美军导弹的技术和总体性能落后于解放军的同类武器。那么，中国含能材料技术的超强实力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一是我军导弹的射程将进一步提高，这从霹雳15、红旗9、红旗16等新一代导弹的射程翻番的情况就能看出来。二是导弹、炸弹、炮弹的爆炸威力会因此而大幅度提升，一方面可使同等重量的弹头的爆炸威力剧增，另一方面在保持威力不变的情况下，可降低弹头的重量，从而进一步扩大导弹的射程。美国人现在虽然已经看到了与中国的技术差距，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却面临着困境。一是美国花钱建立自己的高能炸药生产体系，这样做周期会很长，成本会很高，而且建成后，美国的导弹、炸弹的生产成本可能会大幅度增加，这对于美国军费开支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如果美国决心要不惜代价建立这样的生产体系，又一直不敢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那么投入的巨资就有可能打了水漂。二是美国继续从中国引进性能更好、更便宜的含能材料，那么美军就不能也不敢考虑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否则真的会出现美军被打得头破血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情况。很多人以为中美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很可能是一场核战争，这是对2个大国军事博弈的一种误解。中美之间发生军事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很可能是螺旋上升的状态，也就是双方先是发生擦枪走火，再升级为小规模冲突，然后是大规模的常规武器之间的对决。至于双方的对抗进一步失控，
升级到核冲突，基本上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两个核大国爆发核战争将是全人类的灾难。在中美之间发生常规冲突的情况下，如果美国连炮弹都无法大规模生产，连导弹的推进剂和炸药都需要从中国这个对手进口，那么这个仗还怎么打？战争一旦长期化，最后就会出现美军被中国导弹武器碾压的局面。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与 GDP 有关，但是又不是由 GDP 决定的，而是由制造业、产业链、科技水平等决定的。美国的造船工业的空心化、炮弹产能的不足、导弹推进剂和炸药对中国的依赖等问题，都意味着美国的战争潜力真没办法和中国比了。其最好的战略选择是不跟中国打仗，因为他们真的打不起，也赢不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